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战争有多可怕。伊朗现在呢发射了一种飞弹，这个飞弹到底是什么？我们先直接上画面。这个飞弹厉害在呢，它会发射80枚弹头。然后呢，当时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流传出这个影片出来，那他们就想说这个飞弹到底是什么飞弹？一说可能是发射了以前没看过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中程弹道飞弹啊，后来说不是这一枚飞弹啊。刚刚讲的那个呢，它是精准误差大概30公尺，但现在呢，伊朗这一边伊斯兰革卫队他就直接讲，他发射的是这个泥弹飞弹。好，这样的飞弹呢，它其实是2500公里的射程。如果说呢，它的射程来算的话，其实是可以涵盖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可以延伸到东南欧的地区。那也因为呢，他们没想过，因为它那个飞弹它可以变成80枚弹头，然后甚至中间呢，有可能还可以有改变那个弹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拦下来的。漏接的是有的，以色列这边多城哀轰，大家就讲防空是不是失效了？因为呢，以色列这边他们其实有防空系统嘛，所以他们就讲说，每一天只要听到那个警铃响了，他们赶快去躲。结果呢，他们就发现，怎么都已经看到导弹，眼睛都看到了，然后呢？手机还没响，第二天新闻说那一天晚上预警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问：现在是两兵交战，已经负荷过多了吗？或者是说他们的弹药已经不足了吗？伊朗现在呢已经讲战争才刚刚开始，全面开战，昨天却被发现怎么网络都不能用，有居民甚至还说 ATM 也不能用。那伊朗方面呢有一个讲法是说他们其实是主动断网的，他们不是呢真的是怎么样的基础设施被攻击所致。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告诉你小心哦，我们稍晚会给您惊喜，有可能比真主党的呼叫器爆炸更可怕啊！如果是比那个时候的呼叫器爆炸更可怕，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伊朗已经禁止官员用手机，甚至还希望大家把 WhatsApp， 也就是在伊朗这边比较通行的一个通讯软体给删除。那有可能是怎么打？以色列的民众现在是质疑了，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线下你所看到的是跟伊朗之间的战争，但除此之外，加沙这一边也没停，黎巴嫩、叙利亚。为什么一直以来要有战争？停止吧！为了双方人民，我们是不是开始实现和平了呢？下一站更重要的是，川普到底要不要加1？原因是因为他又开国安会议了。目前知道的是，美军的3个航母都已经集结在波斯湾这边。本来的福特号呢就已经在加入了波斯湾的卡尔文森号。然后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尼米兹号不是在路上吗？现在也正赶往中东当中，应该下个星期就可以到相关位置。而且现在 B2 轰炸机，也就是它可以在那个碉堡杀手巨大炸药的那一台 B2 战略轰炸机，说已经开始准备就绪，部署到了印度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最后只剩下川普的一声令下？一个讲法是说，他已经批准了相关的计划，但是他还没有下达最后的指令，也就是还没有决定要动武。但是在开战情室的时候呢，传出最快今天24小时之内就会发生，或者是动手。川普的讲话一概都是那样嘛，我可能会，可能不会，没有人知道我会做什么，让别人猜不透、拿不准。好，可问题是，对于民众来说，这个基本上呢是生存安全问题。中方这边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表示说中方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安全的行为。纽约时报则直接讲了，说目前呢轰伊朗这件事情，基本上来就很像中国侵台，一直以来都在演练，一直以来都有相关的兵推啊推演，但是美国其实16年来都不敢动手，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如果动手的话，那不是只是对一个国家或2个国家的影响，而是对这个整个地区都会产生影响。目前如果打了，最明显的就是知道在中东驻扎的4万美军很有可能就变成箭靶。
法了，因为呢，包括了伊拉克这边的美军或巴林、科威特，其实都在伊朗附近啊。可能你飞弹一发射，3-4分钟就直接到地，那人员有逃命的机会吗？另一个呢，则是以色列现在大街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Mr. President, finish the job， 也就是希望你完成这一项任务，希望川普能够加入以色列的行列。那牛弹琴也是这个对岸一个半官方的一个账号啦，他的讲法是说，都已经打到这个时候了，如果美国不下场，就不是美国了。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看到了兵力上面的调动，看到了现在油价的飙涨，可能对于川普来说，应该会动手，但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应该是下个星期会很关键。欧洲领导人呢，现在传出已经要跟伊朗进行核谈判，希望呢能够开始挽回一点点双方的心思，然后呢能够促和会谈。中国驻以色列大使呢，则是已经开始宣布要撤侨了。与此同时，俄罗斯能够跟伊朗说得上话的人，警告美国，拜托你不要加一，不然的话，有可能逼狗跳墙，那最后就是引发核灾。最后，我们要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伊朗现在呢？在这个哈米尼呢，他直接讲，战争开始之后，发现他发射的是80枚弹头的飞弹，那当然就会让以色列很多地方，那个是谣传，那就会让很多地方来哀嚎。不，就是80枚弹头是理论上是 MIRV， 它可以射分弹头出去了，可是伊朗没有这个技术了，所以基本上还是一种飞弹，一种飞弹啊。我觉得纳坦雅胡是一个豪赌啦，豪赌。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这个时候该打啊？有几个原因呢？因为现在总统是川普，那川普是支持他的并不是奥巴马或拜登川普是一定支持他的。他赌，他挺他。不，事实上这是事实。他支持他那第二个就是伊朗那个浓缩铀超过60%，已经有408公斤，所以距离真的做核弹大概就是一步之遥那还有第三点，它周边的实验民兵已经都被压住了，对包括哈马斯、叙利亚、伊拉克基本上不敢动，所以纳坦雅胡认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那当然他有设定就是说，我帮你清干净那个拿弹子那个地方的核设施我也打了，可是我没有重磅的钻地弹请美国进场 ，please finish the job。实际上，这个 finish the job 有2个意思了。是，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你可以动手了，对，那个深大概几十公尺那个钻地弹你可以打了，请 B2 飞机来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请你放手，让我对哈米尼斩首了。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这2个了。可是美国想的比以色列要多了因为伊朗手上有几个，就是说你真的要逼我到了极端我有三招啦。第一招，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去打以色列的核武基地？对，因为他其实是真的。我们就讲那个 Negev 沙漠，那个很有名的核基地嘛。你以为伊朗打不到吗？那如果打核基地，不会有核扩散吗？那第二个是，伊朗也许没有核弹可是它绝对有脏弹就是它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核反应的爆炸，可是我可以引起辐射污染，低当量可是它有辐射污染是我如果丢在特拉维夫呢，你受得了吗？所以我跟你讲，欧洲人现在吓得要死，每天都在那边测辐射有没有超标那目前是没有表示以色列也没有真的打到那都是表面的了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我真的就疯了，我荷姆斯海峡给你锁了实际上这个打不到美国，可是最受到伤害最大是中国就东亚国家啦可是全世界的油价会飙涨，对，我就给你飙涨到300块以上你美国也会受害所以伊朗是有绝命3招啦绝命3招第一个就是我直接打你的核武基地那第二个是我丢脏弹那第三个是
我就豁出去了，把荷姆斯海峡给你阻塞啊！这个对伊朗太容易了，他只要用2艘沉船就整个挡住了，那没有人能够去清理啊。那这个得罪波湾国家，也得罪中国大陆，可是不管了，我就造成世界油价飙涨，有人甚至认为会涨到400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考虑的比较深啊。那美国就会想说啊，万一我 B2 去炸，炸不干净怎么办 ？You never know， 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个点啊，你不知道啊，因为那都在很下面啊，对，所以我认为啊，美国现在川普说大概不到1个礼拜啊，我估计他会打电话给普京啊，就说普京啊，你去跟伊朗好好讲一讲嘛。那我认为美俄就会各自提条件，比如说俄罗斯就会说，那你把人家解除经济制裁嘛，那美国就带以色列提条件，说那你那个龙舟铀你就不要再做了啦，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啦，就是说美俄介入，然后让哈米尼跟那个纳坦雅胡愿意各让一步了，不然现在这个世界是3个老人在那边乱搞啊。第一个叫哈米尼啊，第二个叫纳坦雅胡啊，另外一个叫川普啊。以年纪来看，还真的真的是这样。好，来请对教郑峰老师。纳坦雅胡75岁啊，对，川普78啊。对，来请教一下郑峰老师。这样子，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美国跟伊朗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我们把它做最精准的浓缩。以色列就是想尽办法把美国给拖下水。对，他的最后目的，而且利用你在和谈将成未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很不好，因为真的美以谈判真的又谈成了，那你以色列是没有出手的借口，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趁这时候把美国你拉下水，就是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包括在街头上那个广告是什么意思啊？第二个呢，就站在美国的立场，现在是举步维艰，极度施压，他只能极度施压。下场很容易啊，一声令下干，然后呢怎么收？对，对不对？中战很难呐，中战很难。下场那收怎么收？所以他现在是极度施压，把3个航母战斗群，我把它算一算，就是航母的飞机不算了，单这些驱逐舰11艘啊，这一个波舰11艘，11艘里面大概有1100个发射筒啊，这个压力大不大？是蛮大的，300架的飞机是吧？然后呢？再过来，所有的加油机上次起到了中东，然后每一架配4架的这战斗机啊，看起来是 F-15跟 F-35啊。那你说压力大不大？大，能不能出手？假如有东西就可以出手，世界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对吧？所以他只不过更重要的是，川普一直讲说我是战争的结束者，我不是战争的发动者，这是他一直对自己的定位，而且引以为荣。所以这句话他不是讲假话。所以这个时候我被拉着要进，可是他又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哪里？整个的犹太团体对他的压力啊，那个没有当美国总统大概不会感受到的。你只要看那个那战争的时候啊，那个校园里面被羞辱成这样子，那美国的社会是点点的，而且掌握了舆论权的西方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好像伊朗快垮了，以色列怎么样子士气如虹。但是以色列到底受伤多少？很多是打到贫民区的，只有受伤10几个，打死我也不信。我也不相信。那打到贫民区的700人，那你要是说打到军事设施有没有？那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呢？他是打到富人区哦。对，不管哪一区都是一样的。乱打。就一般百姓住的地方。我今天很简单，一颗带到大安区，会死到多少人？我没那么多钱飞去死，对吧？你知道吧？就是大安区就好了。所以再过来看呢，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看得出来，伊朗现在是用持久消耗战求胜，对，很清楚。所以你看他前一波的飞弹就让你挡到最后，现在你还有多少防空飞弹呢？那我的飞弹的数量还有多少？美国补给他，不，美国在补嘛？对，不，一定会补。俄乌战争已经损失了一大段了，现在稀土又被控制着了，就看你的本事有多少嘛。没那么容易。对，不是嘛？美国不是2次大战那个制造工厂的啦。不是的。那么你再来看呢？他看到他的战略，他第一段里面呢，
他没有去攻机场，没有去干什么？为什么？因为机场会有严格的防护，他就攻到了其他的设施，造成了民间的动荡。可是你为了要防止受伤，你一定要去防嘛，防啊打，总是有打完的时候，甚至有打到少的时候。那伊朗的火箭弹大概还有多少？2003年的时候是3000个。这一年里面，我们就算少了1000个，包括支援其他的，在2024年自己本身呢又生产了多少？它绝对是2000枚到3000枚之间。它现在耗费的绝对还有将近3000枚左右的。那你是耗下去吧？你的飞机要加油才能来轰炸。它的飞机在当你的航空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而且再发展下去，只要持久战，我最后给各位比一下，一个2万平方公里的，一个160万平方公里，1比80啊，它有地方撤退啊，你这个往哪里逃啊？你900万，它1600万了，大家说的你会想到跟抗战的时候差不多，就以时间换取你的空间，熬都熬死你啊！来，请教苑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个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有关于伊朗跟以色列之间呢，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媒体的报道，因为大家记住啊，通常你所接触的媒体啊，不管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啦，或者说什么 CNN 啊什么的，福斯新闻各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呢，犹太人组成的国家，他们特别会操作媒体啊。所以我看到很多消息啊，这几天的话，大家要多刷抖音啊，多看快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消息啊，能够有比较平衡的。一切事情都非常不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到的讯息实在是太少，只知道就是说明天大陆要撤侨啊，只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然后川普本身呢，反反复复讲来讲去，一开始说I might do something, I might didn't do it， 什么乱七八糟讲了一大堆。我跟你讲，有3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第一个的话呢，以色列是非常确定的要拉美国下水啊，以色列叫说伊朗明天就会有核弹的，已经叫了30年了。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到现在突然做这个事情呢？当然看准了机会没有做。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川普本身的话呢，确实对纳坦尼亚胡来讲的话呢，要搞一个蛮好忽悠的这个情况下，他做这种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这种广告。我真的很怀疑啊，那个叫做 GBU-57巨型专利弹，要美国的 B-2 轰炸机的投射，这制造出来的威慑的效果非常大。但是的话呢，我很怀疑他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子丢下去。第二件事情，伊朗也非常确定，就像我们盛峰委员讲的，就是要把你拖死。就是跟你这样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伊朗所有的导弹的话呢，我坦白讲啊，就是两三千颗非常厉害的导弹，其他的话呢，一些到目前为止打的东西的话，它之所以还没有开始，就是要以饱和式的攻击来消耗你的这个防空的防卫力量。然后第3点非常确定的是，伊朗的位置太重要了。伊朗的位置的话呢，伊朗的历史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伊朗的位置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关系，然后伊朗就在巴基斯坦旁边了，巴基斯坦现在跃跃欲试啊。那么他们本身的地缘位置太重要。以色列这一次，我坦白讲，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以色列有一点低估了他自己所犯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偷袭式的攻击，请大家不要忘了，是以色列在13号的时候的早上用偷袭的方式。那他为什么敢做这样子呢？因为他觉得看到机会来了。但是也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东本身就是个火药库，中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敢说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支持谁或不支持谁，就是他们就要发觉什叶派的教徒、逊尼派的教徒以及犹太人的国家，他们3者要维持平衡的。你这样子下去的话呢，按照这个媒体上的宣传报道，伊朗一旦垮的话，这个平衡就没了。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说，现象我们刚刚讲的是他的外部现在得要处理的问题，但内部呢，其实也没比较好过。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很多人去到了 LA 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海报，上面写什么？写说失踪人口，我的外婆失踪了啊，我的儿子失踪了，想念儿子，想念父亲。结果这一些人通通都是被这个美国的移民管制局他们给抓走的这一些移民，甚至呢现在他们的边境巡逻队还很罕见的 PO 了这样的影片，直接带你来看到的是当时全副武装的 ICE 人员去突袭跳蚤市场，没错，是跳蚤市场，全副武装去到那边，大家就在讲，这个是要去抓人，是要去抓那些移
民吗？跟原本他的想法不太一样，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影片呢？甚至就连前世界球后斯洛伐克籍的这位球后叫做纳拉提洛娃都直接讲，我其实已经移民到美国好几十年了，但是现在看到这些场景，我心里面也会害怕，现在的美国可能会容不下我。确实，这一波已经让很多人担心，甚至呢，好不容易在宵禁解禁过后，好像会平稳一些些。可是目前看起来，川普不但要争取加州军队的控制权，甚至呢还向洛杉矶又新增派了2000名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那你就知道这一波不会停，甚而跟 Newsom 的不和，现在呢全部压在先前加州提的灾难援助上面。好，其实呢，在月初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加州野火，然后烧得很严重嘛。那当时呢，加州政府有去跟联邦这一边要求申请400亿美元的长期复苏资金，目前正在国会来审议。国会谁人多？共和党人多。那他跟 Newsom 不和，当然他就会想，如果你跟我不和，你认为川普会把这个钱预算批给他吗？其实现在川普他所面临的，确实就是地方上头的问题，还有经济上面的问题。美债6月呢，这个短期债有要到期的，但是呢，也看到各国都在抛售。在大陆呢，4月是减持美债。这大概80亿美元，那减持的各个规模呢，现在已经让他们降到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那目前呢，它算是第3大，可是你知道这不算卖最多的，卖最多的是谁？是加拿大。加拿大呢是卖了578亿美元，已经跌出了前5大债权国。各国之间当然有他们经济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恩恩怨怨的情仇问题。联总会的主席鲍尔呢已经警告了，目前他们没有办法动关税，这个就是他们的调汇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预期高关税正在转嫁到最终的消费端，也就在夏季的时候，他认为通膨会升温，所以现在呢，他不敢去动所有的利率，也因为这样，所以呢，目前看到的是连4动，还用点状图来透露，讲说呢，目前联邦资金的利率目标区间还是维持在4.25到4.5百分比，第4次的按兵不动，但这一次的按兵不动。当然，川普又生气了。川普今天是怎么讲的？川普今天是说：“我来当Fed的主席都做得比他好啦，我可以任命自己当Fed的主席吗？这些人做的真的是太糟糕了。”但其实啦，不是只有鲍尔这样想，美国的顶级经济学家。这位彼得西夫他也说，他预期美国有可能会经历通膨，而且是经济衰退加高通膨，那就会变成了失控的通膨，也就是所谓的滞胀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恶性通膨再下去的话，对于线下的美国不是好事。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当然看起来这个数字还 OK， 只是关税再继续撑下去。7月那个大限到期之后，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演变。但请教一下亮哥，美国内部现在大家更在意的是在洛杉矶这边所造成的问题。其实不止洛杉矶啊，就是加州啦。对啦，因为这段时间我刚好在加州。是。那你可以看到，川普6月14号阅兵，他本来说有10万人会在现场，结果大概只有1万人。那到处都是示威。有2000个点在示威，2000个点哦。那圣地亚哥、洛杉矶、旧金山人都非常的多，所以摆明了就是 Newsom 已经把自己塑造成对抗川普的民主党的领导人呐。那不只是司法诉讼，还有包括群众的动员。那川普这个人有一个特质啊，他永远不会认错，也不会认输啊。所以就是加码，我觉得目前看到就是这样，对，他要加码，他现在加码没错。那民主党人也越来越知道他的阴谋了，他就是希望你都到比如说商店啦，比如说我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动不动就到 Home Depot 去里面抓人。你说 ICE 吗？ICE 啊，因为你亲眼看到。亲眼看到，我跟你讲，因为 Home Depot 外面一直都有，坦白讲，我认为就是非法移民啊，在那边等工作啊，对，因为人家买的东西要组装嘛，那我跟你讲啊，可是川普也吓到了，他现在才知道
加州这么依赖这些人就业？是啊，因为它不是联动到我们所这个还想当然尔的农业，你知道吧？它也影响到服务业，是比如说餐厅啊，对没有人上班啊，对的对的百货业酒店呢没有人上班对的，饭店没有人上班啊，所以他后来就说，哎，这种人你不要抓啊，就说你不要去他抓 criminal 抓餐厅啊那种的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抱怨。那加州还创了一个，我去加州才知道有这种概念的，就是有缴税的非法移民。哦，是啊是啊，他们是有缴税的哦，那你没错你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没有这些人嘛。而且那些人是我坦白讲，大部分的非法移民都是非常老实的啦，因为他们经济都不好，他们就是希望总有一天等到特赦啊，所以都是非常老实在那边工作，而且都是低端的工作啊。那你现在要来搞人家，而且当初他们来，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欠债啦，所以你等于是要他的命那而且也抓得很不精准啊，所以有时候就会抓到你刚刚在图片上看到，有一些人是来很久了被抓啊。那我还看到一些故事啦，比如说在纽约有一个智利的，他去旅游啊，他就当场被抓。他说我去旅游啊，也被抓啊。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认为川普的计谋就是希望你反抗，引发居民冲突，然后他就要宣布军管。哦，他巴不得你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就是这样。是事实上，Newsom 就是这样说。Newsom 说是 manufacture riot，就是你要可以制造出暴动，然后你就用那个叛乱罪要用军管。他认为这个是川普的阴谋，而且Newsom 已经公开讲了。那现在就包括美国，你知道吗？包括那个 Latino 的团体啦，各种人权团体，包括民主党，已经都集结了啊。所以这个我认为没有个几个礼拜不会搞定了。而且本来川普就设定今年要遣返的100万人，他在还没有冲进去职场之前累计大概只有2万不到。对，所以他就觉得原来的措施战术是错的啦，你一定要冲进去职场，冲进去社区去抓人，可是那个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而且越来越硬，国民兵，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调动2000人了啊，那海军陆战队也进来200个人，所以我认为还会再扩大，因为最严重一定是加州跟纽约市啦。哦对。New York City 也一样。那反而德州他们不太管因为自己人嘛。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政治目的也是非常清楚，就针对加州跟纽约州。毕竟这个都是蓝色长期执政嘛。对，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说他是一事无成，真的也是一事无成。关税打到今天，不晓得该怎么收场。是吧？然后呢，效率部要去解决效率的问题，不见了，结果那个家伙被效率掉了，被效率掉，被效率掉了，现在很快很有效率就把它效率掉了。那现在是这样，最软的一块嘛，就是移民嘛，对，非法移民，这它最软的，而且它行止起来障碍最小的一块嘛，对宁愿错杀100，也不要错放一个的情况下，抓了不对的不对就放就对了嘛。所以当你看到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在街头上去贴起那个图片，找妈妈、找阿嬷、找阿公的时候你会想到，不就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人半夜被抓走了，然后他的第2天呢，没有人知道。那你不觉得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呢？但这种事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那至于他有什么心，他有什么目标，他有什么？很简单，他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让他知道，我是一个有魄力的总统，我说了我就要做。你看，非法移民，我做给你看，因为其他的做不出来了嘛。所以这个秀还会继续再演下去。那对于纽森讲起来，他也不会输了。为什么？比如说那个400亿要在议院够，参议院我不敢讲，众议院一定够。理由很简单，民主党有一定的数量在那里，然后
参议院就是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敢不够吗？对，那不够你还能选吗？这个是很现实，这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那里。那众议院我就不敢讲，因为众议院里面这个它的比数就摆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性格，我这越看越像川普有个特性是想了就说，说了就错，错了就赖，赖了就变，变了就没了。你不觉得这一段话很顺吗？那他只要讲了就说，又再说一次的，那是真的。我要格陵兰我开什么玩笑？结果他还想那再说一次两次，那个是真的。否则他的很多事情真的是想了就说，说了就说，错了就赖，赖了就变，变了就没了，是这样子。你看多少话不是这样子吗？这一种能够金无戏言，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世界最大国的国人，这样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这就是体制选出来的结果，你有什么办法？再来看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FED 的问题，请各位注意真的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假若中东的局势失控，势必什么东西，美债的问题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解决，美元的问题也可能。我说很简单钱开始为了要找稳定的货币找稳定的东西黄金是要买，那价格直接上去所以买的什么是最安全？美债你看美债马上解决。现在美国呢正在发行的这个什么那个叫稳定币那稳定币的本身在挂钩黄金的价格、挂钩美债、挂钩美元的时候，那多少担心钱贬值的人买黄金买不到，买的什么是安定的？是稳定币所以美国搞不好借着这一次战争里面会不会解决他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不希望他是这样想，但是会不会这样做呢？鬼知道。来请教一下岳老师。美国如果他单纯只有往一个方向想，他会这样做，但是这一次的结果未必如他所愿大家要搞清楚美国现在没有像以前这30年前、40年前那个实力了。为什么美国现在要派3艘航母舰，就是吓唬人的那个福特舰海试都没有完成就已经去了？我必须要强调，这里面的话呢，确实会引发了就是停滞型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鲍威尔他其实针对于这个利息始终不愿意，因为他强调美国有通货膨胀，但是这个通货膨胀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它来自于一个关税上的一个加税。通货膨胀的话呢，东西变贵了，大家非买不可，这个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原来在正常的经济学是跟就业率是挂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通货膨胀越高，就业率越好菲利普曲线就是这样来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停滞型的通货膨胀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停滞型的通货膨胀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物价变高了，但是经济并没有发展，反而是停滞的。然后呢，所以物价变高了是通货膨胀，但是你停滞型的经济的话，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叫做滞胀这里面的道理就是说，是因为它是停滞，所以发展。所以鲍威尔本身来讲我其实说句良心话，我如果希望美国垮，我真希望说是川普顺便来兼一下 FED 主席，你知道吧？那绝对完蛋的，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如果利息再低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大家是号称1%跟99%的人我算了一下，美国1%人340万，美国340万人是极其富有的。那这些极其富有的人的话呢，他们在美国就觉得好的不得了，享受到了生活也好。大家要知道，你在美国的话，大致上的生活当中，你的厕所你的餐厅的端盘子，你的碗你所有的农庄里面攒的番茄也好，什么苹果也好你所有的简单的拼装什么的话，都有非法劳工帮你处理便宜的要命比在台湾还便宜大家了解，我成长的时代，就是任何人死也要死在美国的原因就在这里赚到美金的生活比在台湾哪里都好，这种想法在全世界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川普原来是按照指标来抓人，刚刚亮哥讲说要抓100万人，他当初讲的是要抓1000万个非法劳工可是今年对今年要抓100万人离1000万，他说的是1000万，他一共有1000万人通通要抓对不对？川普脑袋很简单，搞得所有支持 MAGA 的人脑袋也都非常简单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不怎么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人家对美国是有实质贡献的。我跟你讲，我自己我认识的朋友就不是属于那1%的人但是呢，比如说我看到他们家里保姆，不用问嘛，都是非法移民，对不对然后来厨子来做饭的川菜的跟广式的各选一样
基本上也是嘛，啊，然后呢，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包含固定来打扫、来除草的什么的，通通都是这个加州有这个事情，加州才有这么美丽的生活啊，知道吗？加州阳光、空气、水里面还有加上非法劳工啊，才舒服啊。任何人到了加州以后，谁都知道嘛。你先把这些人都赶走以后，你剩下什么人？你自己要扫厕所嘛，你自己要干这些的吗？就是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美国脑袋清楚的人都是搞经济的人，贝森特脑袋很清楚。鲍威尔脑袋非常清楚，要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的话讲起来是太简单要抗拒的，因为如果一搞的话呢，美国真的就完蛋了，就要垮台了。所以基于这种原则的话呢，鲍威尔在讲到说了，每一次，因为这是多少次了，他坚持要冻结他的这个利率，这个里面是有原因的。那美国如果要乱搞的话，我说句良心话，这场大战打起来的话，美国还不一定会赢呢。我告诉你。毕竟呢，美国现在也有些东西被人家给掐住脖子了。什么稀土？来带你来看到的是，大陆呢5月的稀土出口量说5年新低啦。这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就是因为，它限制性的批准才能出口嘛。同期跟去年相比大减将近有70%，你就知道这个差有多少。所以呢，美国媒体是怎么讲的？要挑战中国稀土主导地位难，因为人家确实国家有补贴，但重点是什么？人家的分离技术，人家的精炼技术，现在你都没有啊，而且你的废水处理这些的成本相对的非常高昂，那你要怎么跟人家去做比拼呢？目前大陆的方面呢，他们的讲法是，反正你可以送申请书来啊，合规我就批，那不合规当然就没有办法嘛。所以呢，有人说有人申请得通，有人申请不通啊，我就依法批准一定数量的合规申请。对于川普来说呢，现在他则是怎么样？当他们要做，比如说了。手机最近开始卖手机了啊，手机其实也会用到稀土吧？那这里面呢，你会不会也摆脱不了中国制造呢？你说你用的这个显示器主要是韩国三星生产的，可是它中下游真的都跟中方这边没有合作吗？这个其实大家就帮你打一个大问号了。美国财政部长是这样讲的，他们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觉得中方所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太多了。他强调，全世界的制造业当中30%都是中国制造，这个太高了，不能再高了。可是即便他这样讲，你就会看到 NVIDIA 它还不是也是去对岸参加所谓的链博会吗？他们冒出会讲了650多家的外企当中，其实呢 NVIDIA 也去参加了，而且美企还增加了15%。这代表什么？代表上面想的跟民间要赚钱的立场其实不太一样。目前呢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自主，中方这边真的是有战略性的在思考这件事情。譬如说他们的车企推出了100%的国产晶片，说最快呢完全没有跟美国晶片有关的，明年就可以开始量产100%国产货。甚至呢他们的科学家研发呢也超高并行光学技术计算集成的晶片，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个叠加之后，然后运算的速度呢可以更快，那甚至呢这种高并行度的芯片也有望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模型的一个替代方案。另外则是华为了，华为又有新动作，最新的一个动作呢是910D， 目前说这个910D 它是4个晶片封装设计，然后呢，它很有可能它的算力是可以直接升级，甚至是超越辉达 H100。你要知道，辉达先前 H20都不能卖了，现在呢是直逼甚至超越 H100， 你就可以理解目前在晶片业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呢，他们也找到了一个很适合制造晶片的地方，真想不到，竟然是在西北啊！为什么是在西北甘肃省呢？他告诉你，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温湿度比较低，那其实对于生产半导体来说呢，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要求还蛮严格的。所以现在才有办法让甘肃呢变成了全大陆第2个仅次于江苏的一个晶片制造基地，占中国的总产能20%。
25%，甚至呢，华为现在跟中方他们要打造一个东数西算的标杆资料中心，也就在甘肃，你就大概可以理解他们开始在往这个地方去寻找更好的合作目标，以及更好的场域来加速他们的发展。但也想请教一下亮哥，对于大陆来讲，稀土的出口现在确实他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创下5年来新低，反正我合了才能给。对，我觉得目前中国大陆对美国大概只有3大汽车厂，然后给予出口凭证，可是只有6个月。那这种谈判的方式，显然就是6个月到了就没了。除非你对我半导体解禁嘛。我认为中国大陆这个原则应该蛮清楚了，所以那个李成钢就是中国的贸易代表，他出来就讲嘛，说中美大概达成了原则性的谈判框架，对，可是美国没有同意。所谓框架就是说稀土换晶片啊，可是美国反对啊，那美国反对，我认为会输在自己的自负啦，就是你太高估自己了。比如说贝森特现在连 H20都不让，结果人家直接做到你 H100去了。对。那黄仁勋也很紧张啊，他认为H20摆明了每年有50亿美金的营收啊，大概3年150亿就没了。那3年，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嘛，就是我好歹堪用，我就自己做嘛。那成本可能比较贵啦，那性能还有一点落差，可是可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可能会高估自己啦，因为我们在讲那个对缺货的敏感度啊，稀土绝对高于晶片啊。对啊，稀土我估计7月之后就有很多公司开始感受到压力。可是中国大陆它晶片，因为真的要用到高阶的晶片的产业并不多了，并不多嘛啊，所以那美国后来又挑嘛，说啊，那我那个民航机 C919的飞机引擎我也不要给你啊。可是那个都是外面的人在放话，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政策。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奇异电子嘛，那飞机引擎占整个 C919的制造成本是30%，你去想一想 ，C919的订单有多少？奇异电子可以赚多少钱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乙烷啊，对，那美国说要全面禁售嘛，结果人家后来又说，美国好不容易发展出乙烷、丙烷这个在石化业难得有优势的2个项目，结果你现在要把自己给自残啊，因为它的乙烷有50%几都卖给中国啊，是，那你不把自己给断了吗？所以我坦白说啊，都讲不通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时间决定了，大概7月之后，那美国有很多项目就会开始出现这个生产能上的问题了啊。那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会不会像我们盛风中的智慧啊，就赖啊，到最后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高提啊，后来没进展啊，那就假装这个问题不见了。对，那最后就变了就没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做了。我看样子是。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是铁了心，而且他对于稀土管制的效率跟这个总量管制的能力，远远超过2014那一次，远远超过。就以这一次，你从数据上面以及呢所有的信息上面来看，他是在跟你玩真的。我也没有完全不给你，但你来申请吧，给不给我的权利。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说这一波呢，已经从科技战衍生到了稀土战，但其实2者息息相关。请教盛峰老师。是，现在请各位了解一下，稀土真的不贵啊。依照刚刚所出来的统计数字来看，1吨的稀土才14000块美金呢、可是那实在是要人的命啊，要人的命啊！那个绝对不是去这美国要钱了，说我们有多少稀土看得到用不到啊？
因为挖得出来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导致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深入去了解，很难想象。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么东数西算，为什么呢？因为在利用甘肃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啊，特别适合于晶片的发展。同时东数西算还有一个东西，是因为电力不必往东来移动，是因为算力要花很大的电力，电力就从西部啊，不管光伏也好，或者这个风力发电也好，所产生的电力不用再用特殊高压电传输的情况下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是它的特色。我再举一个例子，全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是在贵州的贵阳。贵阳为什么呢？因为贵阳里面很多的山洞啊，像红海就有一个点，那几万部的这个 computer 在里面，那发出的热量那不得了，那你要用多大的冷气才能去弄啊？可是，在那个洞穴里面呢，就天然的冷气，所以自然而然它就成为了中国大陆的大数据的中心，数据的交换手第一手，也就是在贵阳。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天文台、望远镜台也是在贵州，因为它特殊的地形环境，使得它因为它有凹形的环境下，而且要够大，它才有办法来从事这些的工作。再举个例子，戈壁大沙漠现在出现的一个情况下，在这个银川的附近，就牵涉了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红酒示范区。对。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水准绝对跟博斗的水准，绝对可以比较，而且水准相当高，物美价实啊！那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戈壁，这个闽宁村，闽就是福建的闽啊，宁就是宁夏的夏，闽宁一个闽宁村变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产区，而且比以前的长城干邑啊、张毅的酒都来得更好。那么再举一个例子了。给各位再来看呢，像这个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光伏啊，在戈壁里面做了什么事？因为光伏，所以它提高了以后，它要洗光伏板，那水就流下来，那就被保存了，因为它上面盖住了嘛，不会变，所以就长了草就养了羊，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体的一个产业啊，这都是很特别的地方。是，好，我们等等回来呢，则是要请苑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给苑老师。结论不敢讲啊，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站稳世界稀土地位啊？我得用这简单的时间呢，要强调一位浙江绍兴人呢，叫做徐光宪。宪法的宪，他非常重要，非常了不起啊！他有3件事情非常了不起的啊。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大家知道吗？他是1951年呢才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啊，然后毅然决然的回来啊。我家里有亲戚，那个时间呢，很多大陆的留学生呢拿到学位，闹着要回来建设新中国，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啊。1951年、1949年啊，这个新中国就成立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这个稀土有今天的地位的话，原来中国没有稀土，要花很多钱，稀土是美国人搞的。然后呢，它的提炼技术的话呢，做了大突破，它的分离工艺啊，所以尤其是串集萃取理论的发明，使得大陆的这个稀土的一跃直上啊，成就了非常非凡的这种。到了今天为止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世界稀土的地位就是要听中国的，你不可能不听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稀土矿不稀奇，提炼的技术非常重要，而且提出来的东西能够管什么用也非常重要。提了你光知道都没有用啊。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大陆像徐光宪这种，我们每一次都要强调，就是说今天中国就是有这一批的人士，他在留学的过程当中一心一意的要建设这个苦难的国家，然后出现这种成果。他2015年就过世了啊。人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对大陆无敬无悔啊，尽量奉献。那今天才有这样的地位。